释迦牟尼短短修行2月，就已经超过了仙人导师70年的境界。仙人非常的惭愧，直言自己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传授给他了，并希望悉达多能代替自己掌管这片静修林。悉达多沉默许久，他要好好考虑考虑。隔天，七觉者到处都找不到悉达多，以为悉达多已经悄悄离开了这里。可就在这时，悉达多从水中出来，他已在水中完成了禅修，如同当初的仙人一般。悉达多来到仙人面前，他想过了，他要离开静修林，他希望追求更高的智慧，寻找到解脱众生之法。仙人同意了，并为他指明方向，那便是身在摩羯陀国的玉陀伽罗魔子仙人。悉达多就此展开了他的下一趟旅程。他拜别了导师，准备前往摩羯陀国。那么这趟旅程能让他找到解脱痛苦之法吗？看着悉达多远去的背影，仙人不禁感慨道：多少个时代才有如此伟大降临世间，令大地都臣服在他的脚下。善觉王和甘露王后在迦毗罗卫等待了2个多月，始终未见悉达多归来。天臂城还有政务等待善觉王处理，他们也只能先告辞。此时宰相率领的队伍终于找到了悉达多，他请求悉达多和自己回到王宫，还说国王不仅不会阻止悉达多修行，还愿意在王宫里修建一座静修林。可此时的悉达多已经不愿意再回迦毗罗卫了，他拒绝了宰相的请求。宰相没办法，只好将耶输陀罗的信物交给悉达多，并请求悉达多回赠一样信物。悉达多已经孑然一身，并无东西相赠，于是他又将手里莲花还给了宰相，以此作为信物。而提婆达多则在另一个方向前往，寻找悉达多的身影，但他并非真心希望悉达多回去，而是想趁机谋害悉达多。几日的辛苦搜寻，提婆达多终于在路上发现了线索，他误将一位弃绝者当成了悉达多。另一边的悉达多正走在路上，突然发现脚下有一只蜗牛，他及时收回了脚，才不至于踩到那只蜗牛。他小心翼翼地将树叶将蜗牛捧起，并在大树后放生。也正是在此时，提婆达多带人从一旁路过，机缘巧合下，悉达多的善心救了自己一命。提婆达多未能找到悉达多，却和宰相与王叔的队伍会合。宰相告诉提婆达多，自己已经见过王储殿下了，并且殿下拒绝重回迦毗罗卫。深夜时分，趁着宰相众人熟睡，提婆达多悄悄偷走了作为信物的莲花，他想以此诓骗耶输陀罗。没过多久，提婆达多和宰相回到了王宫。拉什卡立刻去通知耶输陀罗，他满心期待，一心以为悉达多也回来了。激动的他忘记了平日里的规矩和礼仪，贸然闯入朝堂之上，却未在众人之间看到悉达多。他失望地走出大殿，又听见宰相说出悉达多拒绝回来的话后，悲伤地跑回了寝宫。提婆达多在会议结束后，故意带着莲花来到耶输陀罗的面前，他声称自己见到了悉达多，而悉达多却无情地丢弃了耶输陀罗给他的信物，这让耶输陀罗痛苦不已。就在提婆达多准备进一步火上浇油时，宰相却走了进来，他大声质问提婆达多究竟是怎么拿到莲花的。耶输陀罗瞬间明白了，这其实是提婆达多的阴谋。提婆达多顿时慌了，他瞪了一眼宰相，便愤然离去。随后宰相对耶输陀罗解释了这一切，并告诉他王储仍旧深爱着他。宰相的话让耶输陀罗又重新燃起了希望，更加坚定了继续等待悉达多的决心。而另一边的悉达多也终于找到了玉陀伽罗魔子仙人的静修林，他在那里竟然与曾经的导师乔晨如重逢。这一次他们的关系不再是师生，而是同门。在乔晨如的指引下，悉达多来到仙人禅定的山洞外。乔晨如告诉他，是否能被收为弟子，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了。仙人常年禅定，唯有天赋极高的弟子才可通过禅定与他见面。禅定对悉达多来说并非什么难事，他很快就进入了虚空，然后在喜马拉雅山与仙人相遇。仙人问他何人请你到此，悉达多回答我的渴望。仙人又问何物驱使你到此，悉达多答生命的能量。仙人提出的问题悉达多都能一一答出，他的悟性和智慧打动了仙人。仙人在消失前赐予了他圣线，这便是他收下弟子的凭证。从此以后，悉达多便在山洞外进行禅定，并在禅定中和仙人相见学习。在喜马拉雅山的山巅之上，仙人教导悉达多终极真理。婆罗门教认为人们看到的事物本质就是泛，认识到泛意外不存在，真正实在或者独立的东西都不会去追寻不实在的事物，也不会有相应的行为，因此便不会产生业力，进而跳出轮回，得到解脱。仙人通过禅定引导悉达多认识这一真理，可悉达多却认为这样的终极并不存在，你看到的是你所想的事物，可是那并非对立的二元。生命真谛后的秘密，生死
重生不过只是游戏罢了。悉达多脱离禅定，却不知危险就在身后。原来波斯匿王对悉达多怀恨在心，命令将军一路跟踪并暗杀悉达多。幸好仙人及时出现，使用法术控制住了将军的行为。面对将军的苦苦哀求，悉达多恳请仙人放了将军。仙人收回法术，放过将军后，再次返回山洞。将军臣服于悉达多的仁慈，发誓从今往后绝对不会再有作恶的念头。第二天，悉达多找到仙人，他表达了自己最深的疑惑：在生命游戏之后是不灭的真理，可这一真理他要如何求证呢？仙人直言自己也未能达到这一境界，他又无法教导悉达多要怎样正德。对于真理的渴求，让悉达多再次踏上旅程。他告别了仙人，向乔晨如道别，然后再次启程出发。耶输陀罗的存在对于降光而言是巨大的威胁。耶输陀罗在的一日，提婆达多便一日不会放弃。为了赶走耶输陀罗，降光撺掇王帝的妻子妙辉一起来见王后。妙辉认为一切的过错都在耶输陀罗，是耶输陀罗为迦毗罗卫带来了厄运。当日为了耶输陀罗举办选婿大典，导致悉达多和提婆达多兄弟不和，至今二人仍有嫌隙。耶输陀罗和悉达多婚礼将近时，居萨罗国更是大举进攻迦毗罗卫，致使百姓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。婚后没过多久，悉达多便放弃刹帝利的身份，远离故乡亲人，从此弃绝苦修。没想到这些话全被门外的耶输陀罗听见，他悲愤地跑开。波提王后指责妙辉不知羞耻，他愤怒地说道：一个女孩远离故土和父母，嫁到别人家里做妻子，毫无疑问她应当得到夫家同样的爱，可现在我的女儿已经够苦了，你竟然还要恶意重伤她。波提王后的话令妙辉感到羞愧，他双手合十向王后道歉。王后却表示他该道歉的对象应该是耶输陀罗。三人一同来到耶输陀罗的寝宫，此刻的他正痛哭流涕。妙辉见状十分惭愧地表明自己的歉意，耶输陀罗十分大度地原谅了他。此时的耶输陀罗并不知道，因为自己的关系让迦毗罗卫即将面临危险。天臂城的子民怜惜自己的公主被王储抛弃，他们憎恨王储，想要为公主报仇，于是他们在深夜悄悄改到罗西尼河。悉达多开始了他未知的旅程。这天他在路上偶遇了故人婆离，他仍对悉达多留有爱慕之情，他一再阻拦悉达多离去，并邀请他入住自己的宫殿。他说自己是那座宫殿的主人，他如今享受着一切荣耀和权利。可悉达多却一语道破，是主人还是奴隶。他的话戳破了婆离的伪装和自尊。婆离所有的财富都是凭借自己的美貌依附男人所得来的，这样的女人又怎能得到对方的尊重，真正成为一座宫殿的主人呢？婆离流着泪向悉达多寻求解脱之法。悉达多平静地告诫他，一定要明白自己是谁，感受自己的内心，你并不是别人眼中的你。悉达多引导完婆离便离开了。婆离看着悉达多远去的背影，他由衷的赞叹和感激。而悉达多再次进入水中禅定，深入的禅定让他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，四季更替，不知不觉便是3年以后。悉达多从水中浮现，他的毛发已经长得很茂盛。悉达多感知到答案已经离他越来越近了，他漫无目的地行走在树林中。很快他发现不远处的树下有一群气绝者，他与其中一人交谈，从对方的口中得知了摩诃毗罗的故事。摩诃毗罗也出生于帝王之家，他在30岁离家修行，立志要得到解脱。他通过舍弃肉体控制欲望，明白了自我就是永恒，人不可对抗时间，你若追赶时间，一切将动荡不定。自我应该从业力轮回的束缚中解脱。可悉达多并不赞同对方的观点，这并非他所寻找的终极真理，他只好再次离去。与此同时，进犯王面临着被罢免的危机，因罗西尼河改道，迦毗罗卫的农民失去了水源，导致两国多次发生摩擦，几度因此开战。然而国王沉浸在失去悉达多的悲痛之中，无法主持朝政，这引起诸王们的不满，其中一位更是提议另选贤王。胡范王将这番话转告给国王，趁此提议让他的儿子提婆达多继承王位。力不从心的净饭王竟答应了会考虑这个提议。胡范王走后，耶输陀罗向国王请求道，与其这样逃避下去，为什么不好好考虑他们的问题呢？父亲要治理国家，耐心勇气
气和决心缺一不可。可提婆达多和这一切恰好相反，若让他继承了王位，两国必然会开战。耶输陀罗的话打动了国王，这让他重新振作起来。第3天，朝堂之上，众人举荐提婆达多成为下一任的国王。正当他坐上王位，洋洋得意之时，净饭王走了进来，他让提婆达多退下，重新坐回王座，开始主持朝纲。提婆达多的美梦再一次破灭。净饭王表示，他不能让年轻的提婆达多承担起罗西尼河这么大的事情。另一边的悉达多结束了禅定，他从山洞中出来，河边一美丽少女将他视为上主，并一见钟情。他为悉达多奉上食物，可悉达多并未接受，而是转身回到山洞。悉达多的修行在少女眼中是凄苦的，他担忧着，却又无能为力。直到乔晨如和几位同门来到此地，他们为何而来？悉达多接下来又会悟出什么真理呢？